各位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陈少峰，特别高兴这一次能够很荣幸的邀请到这一次这个尼罗河的赠礼的策展人石主任跟我一起带大家去逛一逛这个展览。其实我们不是导览，我们就是咱俩聊聊天，聊聊你对这个展览的体会。明白。那一开始可能要先问个问题哈，因为埃及展在国内做的很多，就是您在策划这个埃及展的时候，有什么一些主要的思路或者想法，会和其他有差异化的啊？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3个关键词的，这3个关键词可以很好的概括我们尼罗河赠礼的这个展览的特点。第一个是在地性，对；第二个是科技，第3个就是文明对话。对。好像那个就是科技的这次好像含量比较高。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浏览过一次，对。对，这次我们科技可以说是在我们历次展览中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用的最多哈。对，而且各种形式都有，比如说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裸眼3D啊，对，还有这种互动啊，体感互动，对，还有这种大屏，就各种各样的形式。明白了。就是把现在能够用到的一些数字科技基本上都用了一下，是的，只是有一些可能成熟一点，有一些不太成熟，是吧？但是好像我听说这次还专门这第2阶段还换了一些，刚才看有一些那个片源重新做了一下，就是清晰度提高了很多，那种互动也好一些，是吧？我要说一下，我们科技可能不是最顶尖的但是我们的创意和内容可以说是跟我们展览结合的特别好的。说1、2个创意吧。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猫的创意，这个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这个猫呢，就相当于一个猫向导，也相当于一个猫观众。所谓猫向导，就是在我们整个展览的从头到尾的过程中。有8处出现了这个猫，由这个猫带着我们一起看展览，对，这么个意思。猫观众呢，就是它其实也是作为我们展厅的一个数字猫的观众，它也在体验这个展览，对的。哎呦，那挺有意思的。对，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这次就是的展品是来自于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阿伯丁大学的博物馆，是的，好像阿伯丁大学那边的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博物馆群。而其中有一个馆里面，他们对古埃及的这些文物的收藏比较好，是吧？是的。就我觉得，就是因为古埃及这个历史长达就3000到4000年，对，其实东西特别多，所以在全世界其实好多博物馆都有收藏。是的。但是对于这个大学来讲，它可能收藏就更注重于就是有比较完整的表达这个能够。这个阐述整个古埃及的历史是吧？是的。这次我就觉得它又有一点在这上面是不太一样的。是。然后我感觉就是，因为这时间跨度太大了，就是3000到4000年的历史的话，遗留下来很多东西。我觉得用一个带引号的说法叫百看不厌。就是你每次看，你总有新的发现，而且这里面就是。埃及学其实在很长时间都是一个显学，就是在尤其欧美这些国家，然后他们就是会对这些不断的发现研究，然后又有新的东西，又有很多秘密好像没有揭开，是吧？是的，就是特别有趣啊。对，我觉得那个陈馆真是把我们这个展览看透了，一下子就点出了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用阿伯丁大学博物馆的这个藏品。把整个埃及的历史，还有埃及的各个方面都讲述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全面，对，就是比较精致，但是比较全面的。对的。那我们开始吧。好的。就是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木乃伊了。这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磅展品对，是一套木乃伊，它分别是由木乃伊还有人形棺组成的。它是一个女性，叫塔哈。就是他的名字都在棺木上有记载的，是吧？是有相应的记载。而且塔哈尔这个名字，它本身指的就是叙利亚人。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木乃伊的主人其实是一个古埃及的混血儿。因为他的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有叙利亚血统的。对的。然后我看到后面还有就是对它的内部的一些展示，是吧？是。因为阿伯丁这个大学呢，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学，就对于他们的藏品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研究上做的比较好，而且用的是新的技术去做的一些研究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棺椁是里面的骨架是什么样的。对，而且就是它内部结构知道了是的，然后就可以判断
她是个女性，大概什么年龄，大概或者甚至生过什么病，是吧？有的都能看得到。对，而且现在还有那种 DNA 的检测技术。哦，是啊，是啊，是啊。对，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有些观众就知道这个木乃伊是怎么回事儿，是有一些观众可能不知道，其实就只知道是一个干尸。对，实际上这个木乃伊在这个古埃及的文化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其实是代表它的一种信仰，对吧？对。然后而且这个木乃伊的整个制作，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对对，而且还有一个所谓的。也是打引号的进化的过程，好像木乃伊最初就是放在沙漠里，然后就形成干尸了。对，后来又把那个缠上布了，是吧？是。后来又把什么内脏拿出来了，对。后来又加上了棺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的，它就是外面裹了布，然后又有一个棺椁，然后棺椁上那个画的各种各样的对来世信仰相关的纹饰。对，就我觉得就是这点是就是我们现代人有时候不大理解这个事儿，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重视死了之后的事儿，就是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是吧？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和他的信仰的这个永恒和永生有关，因为他觉得我那个木乃伊留下来就给灵魂有一个家，然后对灵魂对就是永生了，对啊对，给灵魂有一个栖息之地啊，对，栖息地，你说的比我好，我说的是有家，您说的更加的形象。这里就进入了我们展览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众神的国度。因为古埃及这个地方神仙特别多。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特别让这个观众不大这个接受的，就是他神太多了。是。然后还有就是每个神翻译过来那个名字特别长，有的就是而且很拗口。对。就是像我们要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得捡出几个大神，是吧？代表性的主神。来，你来讲个大神，我们听听。这肯定是大神。对，第一个啊，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大神就是太阳神拉，因为他是创始神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所以我们给他取了可以拍一下有一句话，这个对，有一句话说：“我乃太初之始”，就是我是世界产生之前的那个人然后亦为万物之中，就是万物都没有了，但是我还存在，所以它就代表着永恒太阳神拉就是我们的第一件展品，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的开始，它就是最大的神，这个世界。然后，而且这个已经是稍微靠后一点的，所以它有阿蒙和拉神两个结合了。对。古埃及人他也认为几个神加在一起，它的能量会更大。我也相信。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对，因为阿蒙本来是底比斯的一个神，后来底比斯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大。所以他就把其他地方的信仰有一个统一化的过程那就阿蒙跟拉1+1大于2，一定要大于2，神的力量更大了。好像这边这个中间这个是你们这次第二阶段新增加的。是的。这里展示的都是奥西里斯，也就是冥界之神，其实也是古埃及众神之里面的一个大神。可能冥界之神也要给。就是观众朋友们，这个稍微解释一下你来解释一下这个冥界之神是干什么的冥界之神呢，我觉得如果通俗化理解比跟我们相对应的话，可能就相当于这个阎王爷奥西里斯他本身其实是现世的一个法老后来被他的弟弟赛特嫉妒，他弟弟就把他杀害了，而且把他的尸体呢分成了很多块，扔到了古埃及的不同地方。后来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妹妹，妻子就是伊西斯，妹妹就是奈芙蒂斯，这两个女性就从古埃及的各个地方把他的尸块捡回来了，对，捡回来，然后制作成了木乃伊所以奥西里斯也被称为第一个木乃伊但是他成了木乃伊之后，他只存活了1天，然后又去世了那所以他就从现世的法老转变成了冥界的最高的领袖，冥界之神冥界之主。但是他们好像对那个进入冥界，其实是觉得是人的这个整个轮回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吧？是。他和我们那个进地狱还不太一样，阎王也好，不太一样。对。所以这样类比呢，也有点不太恰当，只能说它是因为古埃及的世界是分3层的，天上是神住的，对，然后地上就是人住了，对，地下就是去世的那些人要经过的一个阶段，经历的另一个生命的阶段，对，生命旅途中的一个。他们不认为会死的都是永生的，对。
一般建造豪华墓葬的都不觉得自己真正的死去了。然后这个也是奥西里斯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是奥西里斯神跟前面的他的儿子荷鲁斯的一个合体，而且它体现了2种不同的神的形象。荷鲁斯一般就是鹰的形象，是吧？对，所以那个荷鲁斯之眼就其实是鹰眼的那个对对对，所以对能看出是鹰眼来，就是鹰眼，确实是鹰眼，和现在那个体育比赛里的鹰眼是就是很敏锐啊。对，所以这个神就是这个拉、奥西里斯、荷鲁斯都是非常重要的3位大神，对，就主要的大神了。对对对。刚才提到了荷鲁斯，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荷鲁斯的形象。这边这2个展柜展示的都是不同时期的荷鲁斯，像这个就是比较晚期的，具有这种浓厚的希腊化特征的一个荷鲁斯的形象。对，就是活泼多了，感觉到是吧？整个人是活的，没那么端庄。对对对，不像那么庄严。就是说不，我有点这个人间的烟火感觉了，是有一点烟火气。这边就是典型的荷鲁斯的形象，古埃及风格的，典型风格的，还是比较庄重的。是，除了他的手指头放在嘴巴上这一点之外，表现他是一个孩童，其他时候都是比较庄重、威严的这样的神的形象。对他，但是他会用一些肢体来表达某个意思，就是说他年龄还不太大。是的，很有趣哈，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看这边。先看这边是吧？对，先看这边。先看这边，因为这边主要是更多的表现的是这个神的动物形象。古埃及的这个神呢，它有3种形象，一种呢就是像人一样的这样的形象，一种就是动物的形象，纯动物的形象，还有一种呢就是动物的头、人身体的形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呢，像这3个全部都是动物的形象最左就完全是动物的形象，完全是动物的形象所以陈管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神跟动物之间它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对，非常密切的关系。是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有的是这个人脸的这个动物的身体，有的是人的身体动物的那个脸，对，就是他们其实是一种结合。我觉得就是说把那种他们对那个大自然看到的各种动物或者其他的生物，包括花啊草啊的那种崇拜的心理结合进去了，是吧？对，而且他把动物的力量赋予这个也赋予神的，赋予给神是，我觉得对，所以在古埃及中，他们有很多动物，对他们来说不单单纯纯就是动物，对，而且有一种信仰的成分在。而且我觉得从艺术的角度讲，就是他们刻画动物的时候，真的是写实的。他刻神的时候是有规矩的，对吧？对，所以他就刚才你说的很端庄、很庄严的样子。模式化。对，有一个模式化。对，描绘神的时候就是模式化的。就是一到动物就显得活起来了，活的一样，真的都。其实就是说，刚开始可能大家看那个就是古埃及的壁画什么的。其实他们是有规矩化的，就是规定他画神、画法老必须那样画。是的。但是如果你画个动物，那就不一定了，是吧？对。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上面，就是并不是他写实的能力不好，是他有规矩。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就是他在创作神的时候是一定要遵守严格的规矩，你不能变。对。所以我们看这个，其实在中国有的比的，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西藏，看过那个。宗教的藏传佛教的唐卡，唐卡他画观音啊，画佛祖啊，他也是有个规制的，然后其实发挥的空间并不大的，但是如果是别的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信仰的问题，对，就像陈管您说的，就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说那是他的一种规则，就是在那儿就是要表达尊重，就不能乱来啊。对，我们的也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像我们有一些神我们有时候想为了参观看起来方便嘛，所以就想给它侧着放，或者有一定的角度。对。然后我们那个外方的德国的那个专家坚决表示不能这样，就一定要。人家本来就是要让你看正着，对，特别是古埃及的绘画是吧？就是我们找一个绘画能够看得比较清楚的，这个算不算？这是一个裸眼3D 的。这个不是很清晰。我们可以看一个，对，这边的。对，是一个绘画的，而且画的还是比较清楚的，颜色很鲜艳。
就是看古埃及的绘画，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叫正面律，只要是画这个神或者画这个王公贵族，就是眼睛是正的，脸是侧的，身体是正的，对，腿脚是侧的，是的，有时候那个两个脚为了看大拇指，还要不都是左脚，要不都是右脚，一顺的啊。但是它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规定，对。然后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它的绘画和它的那个文字啊，它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它是说一个规定我应该怎么去做，对吧？是。所以其实规矩对他来讲，这个时候比审美重要，就有点像文字一样。我不是画画，我是在写一个事儿啊。对，所以就是好像他们研究古埃及学的，就认为那个在古埃及的语言里面是没有这个写和画的区别的。是同一个词，就是那个只会写字的那个人才有资格画这样的画啊。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古希腊的这些壁画也好，雕塑也好，就是在审美上要和他们首先要一致，对那个想法，否则你就会觉得这个画的很差呀，像孩子一样的，对吧？对。所以有一个艺术家贡布里希他就说古埃及的艺术是永恒的艺术。对，就是他不是说给你活着的人看的，对，他是为了追求一种永恒，追求来生，对，所以要以最佳角度，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眼睛，我不能说明明是个侧脸，我的眼睛不能就是剩一半了，对，我必须要画完整的，对，这个挺有趣的一个事儿，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有这个是比较重点的一个重点展品，是的，对，你来讲吧。城管对动物也是非常多。然后我讲一下背景。然后我们这里是3个动物，中间的呢就是猫，然后左侧是狒狒，右侧是鹰。这3个动物呢，分别是3个大神的化身。像这个猫呢，就是猫女神巴斯特，然后左侧的狒狒呢，就是智慧之神托特的一个化身。早期是不是巴斯特就是这个猫神，说是这个太阳神的女儿是吧？对，有这个说法，有这个说法。其实但这个猫经常在他们这个整个神话里面出现哈，而且它非常受欢迎，就国内外对呀，是啊，都非常喜欢。就是因为我看过几个埃及的展览，文创产品这个猫卖的很好，最火的，对。可能也和现在人撸猫多有关系。有关系，我觉得很有关系。那这个狒狒呢？狒狒就是，我觉得它也挺写实的。是的。然后这个狒狒就是智慧之神托特的象征。所以它就代表着托特的智慧。右侧这个鹰就是鹰神荷鲁斯嘛，对，所以这个鹰也不是普通的鹰，它的头上戴着2个冠，分别是上下埃及的双冠，对，红冠跟白冠的合体，就是代表那个时候其实上下埃及统一了，然后它就是证明一下我的权利已经涉及到那个范围了。对，因为这个鹰神荷鲁斯就是那个上下埃及可能也需要稍微讲一下，就尼罗河很长了，到全世界最长的河流，就是在偏埃及上游的地方就是上埃及是吧？到尼罗河三角洲就是下埃及，就是上下，因为是反过来的啊。是，因为它的河流是从那个一条逆流的河。对，它是流入那个地中海的。是从南往北流的。对，从南往北流的，对，是的这里展示的几件展品全部都是跟祭祀相关的因为这个古埃及的人认为，那为了让神保佑众生，那众生就必须奉献给神一些祭品所以这边都是跟祭祀相关的。比如这一件就挺有代表性的这里描述了4个人物，最右侧其实是一个祭司左边3个呢全部都是神分别从最后面这个就是奥西里斯的妹妹奈芙蒂斯，然后他的妻子伊西斯，奥西里斯也就是这个祭司朝他们3位大神献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献祭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在古埃及就是法老下面可能就是祭司的地位比较高，对，可能最低下的是那些劳动者，对，其实法老是最高等级的祭司，对，应该是因为他已经是人神合一体了，然后经常说他是这个，
这边这个有个小哥哥要展示一下这个文创和猫的关系，来，对对对，来你来说吧。大家好，我是本次展览的文创负责人。这一款就是结合了这个猫神巴斯特设计的一款，这是2款毛绒挂件儿。它的名字叫贝斯，主要的这个。没关系，你说吧，没事儿。那个它主要的这个特征呢，就是结合了这个猫女神的这个形象，它是属于是它的人间的那个，就是比较有。就是你做了2度创作，这个猫已经不太像它了，但是它还是很可爱啊，对。对，然后它呢，就是这个衣服可以全部都脱了，可以有这个。可以变装哦，对，可以变装。哦，对，原来是这样的。对，小特色。哦，那挺有意思的啊。对，然后还有。对，您身上带着这个。我也带了，对。对，我都忘了，我带的就是猫啊。对，是的。OK， 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没事，我就感觉衣服都要穿着这个法老的衣服，然后它是可以自由穿搭的这种。还有这个呢，就是它是坐姿，然后中间前面抱着一个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和埃及的元素做了充分的结合，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爱，这个金字塔有点像那个我们的果珍粽。对。果珍粽。对，是有一点像这个粽。有时候这个2度创作其实给了人一个很美好的想象。对。拍到了。对，是的，它这些都可以自己就是摘下来，然后换成自己想穿的那些衣服，给它打扮，就是这种，然后挂在这个包包上。对，就是你爱打扮，你让猫也爱打扮，是吧？就这意思。对，是的。好。我们接着看吧。好。哦，这个。我们接下来。这个刚才借给他用了。刚才那个猫猫确实文创挺可爱的，肯定很受欢迎。据说卖的不错啊。对，城管这个也很可爱。对。这个比较简单哈，就是随便一个包啊，一个什么，它是有一个磁吸，就一下就吸上了，也不会破坏这个衣服本身。这个地方有这边我们看一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有个故事是吧？对，这个就是一个托盘啊，就是说我把那个贡品献给神啊，那贡品是什么呢？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一头牛，对啊，然后还有一个类似于排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反正一块肉很大，对，一块很大的肉，然后右边还有一个类似面包的这样的，对，因为如果把这些祭品做成这样的形式，它就可以永恒存在就是它这个托盘下面为啥有个嘴呀？它不洁。它有这么个含义是吧？对，取之不竭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个地方好像讲的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其实他们的社会结构也像个金字塔。是的，对。这个地方就进入了我们展览的第2部分就叫做国王与统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把刚才城管提到的古埃及3000多年的历史，就从早到晚介绍了一下。从头到尾介绍了一下。对。首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古埃及的社会等级，一个三角形最高等级的就是法老，其次就是祭司。其实祭司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它中间这个等级就是书吏，他们把记载一个这个日常的事物，还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他的地位还蛮高的，就像和士兵一样的是吧？士兵战死之后回来就会变成，就只要还能活着回来就是个富人对。然后好像那个就是因为。开始大家见到这个大金字塔的时候，都说有点像外星人，因为太震撼了，就是太巨大了，而且它那个严丝合缝到那个刀片都插不进去，是吧？然后，但是后来他们在后面就发现了有古埃及记载他们每天干活的记录，那就证明真的是古埃及人。不是外星人干的，不是外星人干的。是的，因为这个金字塔，我觉得它是给法老做的，因为法老就是现世的神，是奉献给神的东西，所以他们是不计成本的
这样去把它做出来。对啊，而且是花了，就是一方面是人力，一方面是时间，对时间，另一方面是这个智慧，我觉得真了不起啊！对，所以都怀疑不是我们干的，对，不是人类干的，不是我们干的。这一件东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一件呢也是我们这次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跟胡夫。因为胡夫金字塔大家都知道，对，这是一件跟胡夫相关的器物。因为这个王明圈里面，它表现的就是胡夫的名字。对。上次那个金教授过来的时候，还帮我们识读了一下，就是这个原型。它的读音应该是什么样的？胡，和乌胡，夫就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像的。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也是用它的音去译过来的，音译过来的。就后面好像要讲到就是这个。所谓的圣书体的一个解读是吧？是的。那等一会儿再说吧，等一会儿再说，留一个悬念，留个悬念啊。这是个这个，你觉得重要的就讲。好的，这个就是一个神庙里的，其实一块比较大型的一个石雕，它们两个原本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它中间缺失了一部分。我们目前还可以看到，其实对大概的形还在的，人物的下半身，对，穿了一个短裙，是。有一些观众他就拿那个手机，然后给它放大，就是这上面雕刻的纹饰非常的细密，是，就可见当时就古埃及的这个工艺还是比较高超的。就是它在石头上能够表达出那个纺织品的那种质感，对，特别厉害，确实是很厉害，对。这个是不是有故事讲的？这个要引出个故事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在埃及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法老，叫埃赫纳吞在他之前其实是信奉阿蒙神的，就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件叫阿蒙拉的雕像嘛。他的名字后来改了叫埃赫纳吞所以说他就是信奉阿吞神就是其实原来可能是多神的，然后到他的那个时候，好像说是他希望变成一神的，是吧？对，就是阿吞神要代替所有的。对，就是这个阿吞神是万能的，代替所有神是这个蛮有意思的。对，蛮有意思的，而且他也特别有名，在这个古埃及史的研究中，就相当于那么长的时间，有一小段时间宗教改革。对。但是也不是非常成功，特别成功，是的，但是也对后世有一些影响影响很大，对，是。而且他的儿子也很有名啊，好，图坦卡蒙，对，图坦卡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是。然后这个为什么叫旋钮呢？这应该是一件其他器物上的一个构件就是它不是单独的一件器物，对，它的上面表现的就是图坦卡蒙的王名。这也是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唯一一件跟图坦卡蒙有关系的对，图坦卡蒙主要是大家会看那些纪录片包括电影里面那个形象但实际上他活的时间很短，对，非常19岁好像就去世了，而且他继位的时候已经10岁了，真是没多少年，对，所以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因为其他的都被盗墓了嘛，然后就以为他活的时间短，应该这个不一定有墓，或者墓不重要，结果没想到一打开，对呀，可能目前应该是里面的那个最多的遗留下来的东西，因为没有被盗过，是的，是，就像我们南岳王墓一样。对，你这个这个例子举得很好，这个例子非常好。然后在这里呢，就这一件大的器物跟那一件有一点梯形的这个器物是我们2件跟拉美西斯2世相关的器物。对，因为这个是拉美西斯的王明圈。拉美西斯2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对，在整个古埃及历史上，他那个是比较辉煌和繁荣的时候。对，而且他活的时间很久。对，大兴土木。这有点像乾隆是吧？活得还特别长。是的。所以这个。寿命长是很重要的对，你能看到很多东西，你能实现很多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吧？然后这里体
现的是也是我们这次的明信展品，这两个就是狮身人面像。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博物馆入口做了2个狮身人面像的原型，其实是参考他们2个做的。狮身人面像也是在众所周知的这种器物了。对，就是不知道这个在现在的历史课本里有没有讲他们的故事啊？就是他狮身人面像代表了什么呀？他发生了什么故事？我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不是，你不能在我面前说年龄大。我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细啊，但会提到金字塔和金字塔前面的是狮身人像我们都是知道的。但它代表的就是太阳神跟法老的一个连接因为它是狮子的身体，然后法老的头。对那我们是要看一下这个对，因为我们这个科技含量比较高嘛，是，这也是我们这次的。对，你看让拉美西斯都活下来了啊，活起来了，而且让不同时代的法老处于同一个空间，就是穿越了。对，穿越了，大家到一块儿聊天还能聊天，对，让他们活过来还能聊天，我觉得这就是科技的力量。真是。对。如果没有这个技术的话，我们也很难实现这一点。对，他们在聊天哈。对，还混凝土都出来了，这是聊啥呢？是聊这个金字塔的建造。工程方面的事情。我们继续往前看。好，来。在这里，我们就穿越了这条蓝色的尼罗河，然后都是鱼，这个太阳船，乘着一条船，就像这几位。你们画的这个鱼也是按古埃及的方式画的哈？您跟我们对了是吧？你看它就是本来应该是背齐对前的你就原来就是按照他那个来。原来的壁画上面展示来参考的，不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创作不了这么埃及。对。这个就是也是很明显的这个正面率嘛，就是要看到鱼的整个形态。对，这个地方你们好像做了一个，这是我们的效果是吧？展览的效果。为了这次展览，我们特别营造了一个神庙的入口，所以如果大家从正门进来的话，就好像经过一条长长的、高高的阶梯，然后看到2个拉美西斯的雕像，然后通过这个神庙的入口。然后再进入展厅，对，尼罗河整个古埃及的历史，就是很用心啊，每个台阶上都有那个圣书体的文字是，这个做的，就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博物馆对，这个空间刚好是这个我们对创意很重要因为本来我们这个高高的台阶是一个弱点。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搞呢，就把它转化变成了展览的一部分了。实际上是这里就提到了刚才给大家留悬念的地方，就是讲文字与交流的。首先就是展示了几个古埃及的智慧之神托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托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它的动物的形象是狒狒对，因为有另外一个典型的形象就是这个猪鹿所以我们看到的这3个全部都是猪鹿形的就在那个展板上也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对，它是一个猪鹿的头，然后它是一个神的身体对。古埃及就认为这个文字不是人创造的，是托特神创造的我们中国人认为是仓颉造字嘛？对，就是造字对一个文明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商伯良的人，就是这个法国人对，一个法国的学者，非常厉害。然后他把这个圣书体就象形文字，相当于象形文字解读了出来，所以才使得我们后面的研究者们能够了解说古埃及的这些东西到底写的是什么。对这太重要了。对是而且他就是刚才就说那个书记官，其实他非常重要，在社会地位上还比较高，就是因为他能够写文字，能够记录文字，而且就是出现了古埃及文字这个圣书体祭司就僧侣体或者叫祭司体，然后还有世俗体，其实他们是等于不同的阶层在用不同的形式的文字，对，圣书体肯定是最重要的。是的。然后就是最初的时候，因为圣书体就是我们看到好多动物的形象包括一些器具的形象，就会认为它是象形文字，
就商伯良最头疼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一直认为是象形文字，就破不出来，就很着急，对吧？那个时候好像还有这个叫啥英国有个托马斯杨，好像也是在，就是看谁先破译出来，对，反正他先吧。对啊。前面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些铺垫但是贡献最大的，我觉得必须要提到是商伯良了。对，就是而且他有一个小故事是我读到的啊，当然不一定真实，就是他当时破译出来之后，他拿着几页纸就到他哥哥家里去了，往桌子上一摔，说我读懂了，然后就晕过去了，就晕了5天才醒。就可见这个事儿对他来讲太重要了，就是对这个解读整个古埃及文明就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你不读懂这些，可能刚才我们讲的好多故事啊，好多我们都不知道。是，我们不能证实我们讲的那些东西是对的。对呀，是啊，这个有记录就很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贡献之大，就是在于他让我们了解了古埃及文明，就像打开了古埃及文明的一把钥匙。对。就是这次好像你们增加了一件亡灵书啊。原本呢，我们是有这2件亡灵书的啊，所以又增加了一件，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讲文字的嘛，所以这件亡灵书上有大量的这种圣书体的文字，我们就觉得还挺有代表性，而且跟这个主题很契合，所以又增加了一件。你可以给观众讲一下这个我们介绍亡灵书为啥要有这个东西啊？对，亡灵书其实是相当于通关秘籍啊，就是去世的人他要带上一些怎么说呢？带上证明他能通关，对，带上一些通关文牒，对，只不过是冥界的啊，对，让他更好的。他怎么就能通呢？因为这个亡灵书上它记录了非常多的故事，还有很多的咒语就是你要记住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有无数的神，你要这个神叫什么名字，你应该跟这个神说什么话。就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其实是帮助他通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还和那个什么称心脏有关系？对，我们这里有一件就是把整个故事情节都这个是讲这个冥界审判的对，冥界审判的一个场景其实这个亡灵书就像一个是通关秘籍，同时它也提供了大量的我们对于古埃及他认为来世信仰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图像的资料。其实这个呢，最左侧就是一个奥西里斯神。刚才我们提到说，奥西里斯神就是冥界之主它的前面有4个莲花上有4个小东西，这4个东西是荷鲁斯的4个儿子，他是盛放心脏的，就是每一个儿子他负责保管内脏的一个器官，一共4个器官。然后后面这个动物呢是一个怪兽，就如果你在这个冥界审判中失败了你没有通过冥界审判，那你的心脏就会被这个怪兽吃掉对。然后后面他审判的时候就是称心脏，对吧？就是称心脏。然后这个朱鹿神就拿着一只鼻子在记录的这个这朱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托特，智慧之神托特，他就负责记录的。然后关键的就像陈管说的，关键的就是这个称心脏的有一个天平是阿努比斯在主持这个称心脏的仪式，一边呢是心脏，一边呢是羽毛，马特的羽毛。如果心脏比马特的羽毛重，那它马上就会被这个怪兽吃掉。轻你就等于通关了，通过了审判，然后通过了审判就有可能能通关了就通关了，就往天降。而且就是这次你们增加的这个是缩草纸的亡灵书，就前面这个这个不是那个裹那个木乃伊的亚麻布，一个亚麻布上面的亡灵书。所以就是观众如果来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可以多放点目光在这些东西上面，看着不起眼，但是里面的故事很多。是的这个互动要介绍一下吗？没。这是你们的创新，你说要介绍就要介绍。对，我们主打一个创意加内容，因为这个地方你来体验一下。是，好，我来体验一下我帮大家体验一下。对，这是一个圣书体的互动那我们来进入体验。好，在这里首先就介绍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法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然后这就是直接进圣书体。刚才那个法老应该是胡夫，知道胡夫大金塔。对，胡夫，
圣书体它的字符表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字符表，然后设计了这个互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很清楚了。就刚才那个表，我觉得就是很能说明，其实圣书体不是一个象形文字，它是象形文字后来演变了，有表音表意的这么一个，是吧？更多是表音，对。名字，我说一下我的姓吧，比如说我姓史。我就把我的这个就是拼音打出来了啊，对，然后把我的性别女，然后我就可以点确认，然后就可以出现我的名字的圣书体的就你的这个姓，然后是女性，然后的这么一个名字，也就是它这个有，就是它那个时候是有性别区别的，对的，然后还可以蛮有趣的不同的风格，比如说这个是壁画的风格，如果大家喜欢，可以有卡通风格、玻璃风格等等。就是完了之后，这个可以下载到手机里，是吧？对，或者也可以打出来，打一个，哎，这蛮有意思，比较有纪念性的，这很有意思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里就是提到刚才的那些书写工具，书写工具，然后这个是一个书吏的形象。首先，书吏是地位比较高了啊，其实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识字阶层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对所以他手里拿的是一个书写的工具。那书写工具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这里就展示了一个类似于现在小朋友的那个笔盒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就古埃及的铅笔盒。对，古埃及的铅笔盒。然后里面的这一条一条的，其实就是它的笔。就是那个笔头不太一样的是吧？对，粗细啊，或者是。对。然后右边是那个颜料。还可以写出不同颜色的。挺有创意。真是。它还是一个综合的、综合使用的多功能铅笔盒。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生活与美丽这个部分了就主要讲古埃及人的生活的一个场景。这边也有一件我们这次新增的一件展品，就是这一件。稍微有点缺失，对，上身缺失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于说太子。其实是法老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雕像。那还很重要对，主要是表现了他下半身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儿都能看出来多么庄重，两个手一定放在膝盖上，放得平平的，脚放得正正的。是的。其实可以想象它很庄严。能想象出它也很庄严，很严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明星展品我们戏称为说我们这个展厅里最美的一个女性就是这里这是表现的一个对夫妻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这一件，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它的右侧，其实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它的右侧刻了一个人物，那个人物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就非常小可见在古埃及社会中，其实女性的地位没那么高，比男性稍微低一些。但是这个雕像就很特别，就是它的男性跟女性是一样大的，同等的而且他们还表现出一种比较亲密的这样的姿势就说明这一对夫妻应该还是比较恩爱的。另外，他们的这个皮肤的颜色也可以区分他的性别。一般呢，这个男性他的肤色是比较深的，因为他们经常从事户外劳动。那女性的肤色就比较白皙。真是这个倒是很明确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且也分工也表达出来了，是吧？对，在外面种地肯定要晒得够呛。而且他的这个男性的脖子上还是挂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装饰项链装饰。这个项链的原型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好这些里面有什么故事吗？这一件对，这一件其实跟刚才我们那一件有点像，就特别体现了我们刚才城管提到的那个模式化的特征。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一件，就是最右边是一个祭司，左边有3个神，刚才那一件也是一样的，也是最右边是一个祭司，左边是3个神，对，这3个神分别是谁呢？这个最大的这个男性奥西里斯，刚才那个也是奥西里斯，他后面的是他的妻子伊西斯，但是他最后面这个不太一样，最后面这个是他的儿子，因为他是个婴童嘛，荷鲁斯，但是他都是这种模式化的，对，一对3，1对3的模式化。而且在画面上，它那个人物的大小是有区别的，对，最重要的最大，是的。而且我们中国的绘画好像也有这个对，也有我们对，也有这个，尤其早期的国画里面都是这样的
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哦，这边还有。对。我们先去看一下建筑。好啊。古埃及留存下来的墓葬啊、神庙这些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普通人的住房是比较少的。对。我们也就组合了一些跟建筑相关的器物放在这里，来表达一下这个建筑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装饰，这是一些建筑构件。然后我们戏称它说是那个柠檬片，非常像，非常像，而且还有不同花纹的柠檬片，不同种类的柠檬。是的，是的，而且它可以看出，其实它的建筑也是比较精美的。当然，这些建筑肯定是比较高等级的建筑了。是，肯定不是普通人的。所以这个就是两头可爱的猫头鹰。哎，真是蛮可爱的。对。然后另外我们这里还有一件，这一件可以重点介绍一下。这个人很重要。是的，他叫伊姆霍特普。因为这个人呢，他是唯一，就是古埃及有那么多的神，有些人说有2000多个神，唯一一个由人就是真实存在的，由人演变成神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就是一定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特别强，就像您刚才说的智慧，我觉得他就是特别有智慧。我们都知道金字塔很厉害。但是金字塔总有一个从0到1的过程。对。他就是从0到1的那个人，他就是创作第一座金字塔，主持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应该说是像现在的看到的金字塔的样子，因为最初它是台阶型，对，可能刚开始只是突出地面，对，后来就起来了，后来变成一个尖尖的，是的，方尖顶的这么一个金字塔。他就可以说他是建造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标准金字塔的一个原型对，叫阶梯金字塔。就是主要是现在的这个金字塔，就是它很早的时候其实也是说，在传说里就是太阳的光线的样子，是吧？对，这个四条棱，然后它把这个东西上升到了就是这么巨大，然后明确，对，而且就是金字塔的高度以及它的周长是和我们的日月星辰的这个有关系的对，跟这个天文有很大的关系。对，而且其实就是解释了那个为什么尼罗河对于这个古埃及文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就是刚开始咱们前面没有讲，就是尼罗河其实是每年几乎同个时候的泛滥，对，让那个土地特别肥沃，所以古埃及其实是一个长条的这个国家，和现在的那个不一样，现在是被殖民地化成那样的，然后就是所以他们对就是天文历法的那些，对于他，因为和他的生命。不是和他的生活直接相关，所以他们对那个就是其实就产生了太阳历。是的，他对那个星象和太阳的观测是吧？对，天文其实不仅仅是天文，就像城管说的，它其实跟农业、跟尼罗河泛滥，它主要就是和农业相关啊。对，它因为到6、7月份那个就泛滥，泛滥了之后，因为上游好多。它穿过这个草原森林，带来了很多腐殖质，然后另外一个上面还有一些火山爆发，带来了一个火山灰，那个土地非常肥沃，而且它特别好的一点是啥？就是那个尼罗河三角洲比较平，它就是完全铺开了，就是泛滥了，然后那个大概有这个10厘米厚的肥沃的土，然后。等他们种完了、收割完了，下一次泛滥又来了，所以他们很幸福，就生活在了一个幸福的土地上，是吧？就是像我们的大河，像黄河，它也会泛滥，但是它泛滥完了之后，你已经来不及种了。你要是种完了，你都来不及收，又泛滥了，就是它的时间刚刚好，又非常平整。像我们那个黄河、长江，很长时间都变成地上河了，就是那个淤积的，尤其是黄河哈。是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神给了一块好地方，对，否则怎么能4000年的文明还在啊？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就叫尼罗河的赠礼嘛。对，我一直想夸你们这个题目，就是完全是尼罗河造就了这个古埃及文明，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尼罗河给了古埃及人一个礼物，一个巨大的礼物。所以这船对他来讲也很重要。非常重要。对，这船呢，一方面就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就主要是通过尼罗河
来进行运输啊、交通啊这些方面的。另外一个呢，后来船也成为太阳神随游天界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它不但是人使用船，这个神它也是使用船。对对对对，就是太阳不断的那个东升西落，整个过程。对，所以就是太阳神呢，它是乘坐太阳船。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对，这里主要是讲它的序幕的。比如说这里展现的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我们从他的这个肤色可以看出，他是个男性。对，他正抓着一头羊。山羊。对，而且明显看出来是山羊。山羊有山羊胡子。然后这边呢，应该是一头牛，下面还有一个小牛犊正在吃奶这样的一个场景。下面其实是一种文字的表达，是吧？圣书体，对，应该是象形文字，圣书体。对，应该是圣书体的就是我觉得他就写个文字都写得很好看。对。我们后来就看过一些资料，就是说，那古埃及人他是就那些书吏嘛，他是怎么学这个圣书体文字呢？他不是像我们现在学英语一样 A B C D 学单个字母，他是一个词一个词去学的。就比如说我说这个单词 Word， 他就 Word 一个词圣书体怎么写，他就学下来，他这样学的。就是他首先要学会，就是整体的每个词，然后最后其实他能分出来了。对。而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生活的广大女性朋友很喜欢的。对，好多这个配饰啊，项链。对，比如说这个项链，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那个夫妻雕像，那个男性他的脖子里佩戴了一个宽项链那我们这里就也是这次第2批展品新上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宽项链。这个是男性的吗？这个我觉得男性跟女性都有戴都可以是吧？比如说我们这里复原了一个视频，它就是女性戴了宽项链。她正在化妆。对。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男性戴了然后另外这个也是我们这次最古老的一件展品这一件跟这个圆形的这个石头都是比较古老的。这个是一个罗非鱼。罗非鱼，请城管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吃到那个罗非鱼，对，这是有一点那个样子，但是我们的那个已经和本地的鱼和本地的鲫鱼杂交了尼罗罗非鱼，所以那个我看这个，我觉得它就是其实很生动，我觉得是吧？就是他把那个鱼的那种感觉做出来了，就是它不是特写实，但是那种感觉还是特别好的能看出反正是条鱼，而且还有鱼尾，然后上面那个。对，就越仔细看你越觉得肉还不错。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主要展示的是护身符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既有美丽，然后又有守护。那古埃及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佩戴护身符，对，所以这里展示的是不同类型的，比如说这是一件胡狼，阿努比斯的化身，胡狼神的护身符对，右边是一个青蛙的护身符，对，胡狼神最典型的就是他是负责称心脏的，对，负责称心脏的，然后他也监督这个木乃伊的制作呀，这些，所以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在古埃及神话里。这个青蛙呢，因为青蛙是不是这个产卵比较多？对，所以它有一种这种多子的这么一个就是求多子。是的。所以这个青蛙也挺写实的，挺像的。非常好，做的非常好，就是很精致的，很小巧的一个。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动物其实它写的，它做的就很写实，对，因为它不受到那些框框的规矩的限制了是的。这个地方也是你们。做了一个数字化小朋友很喜欢，这个呢就是一个体感互动，就我这个手在这里轻轻的挥一挥好吧，今天还有点不太听话可以了，出来了，对，出来了所以我的这个护身符就是这个萨安康庇佑，神圣守护可以多个人同时一起玩。又来了好，谢谢。早就想来了。对，早就想来了，等了您好久。就是这个呢，它是我们的那个主题的盖章本，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就是以这个为主要的这个视觉来做出来这个实物的。
它就是这种拉远的话，它是有这种纵深感在里面的。然后呢，对，它是用这个缩草画的这个元素去做设计的。然后呢，它把它叠在里面，叠在一起，它是绘成了一幅镂空的这种插画形式。对。一拉开就是缩草丛林，是吧？对，是的，拉开就是缩草丛林。缩草里藏了好多东西，是吧？对，它前面还有一只这种小黑猫，刚好结合了这个，就是下面这种巴斯特的神秘的这种感觉。就是它的配色是深蓝色与金色相结合的，把数字和实体做了一个沟通。对，而且更加凸显出来它的神秘。确实挺神秘的，好想拥有，好想拥有。好的，那接下来您继续讲这个，对，继续我们的工作。这里是我们这次很受欢迎的护身符圣甲虫。刚才我们在讲太阳神拉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圣甲虫呢，就是太阳神拉的一个动物的化身。太阳神拉呢，它是一天有3种变化的。早上的时候就是圣甲虫啊，因为圣甲虫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对。中午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鹰头人身的形象，代表着力量，就说明中午它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晚上的时候就是一个衰老的人类的形象，所以圣甲虫，尤其是带翼圣甲虫，它就是太阳神拉的象征。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们确实要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圣甲虫其实它的原型是枪狼，对，就是对吧？俗话说的那个屎壳郎是吧？对。然后它其实是在滚那个粪球，是的。但是在古埃及人来看，那滚那个粪球就像把太阳，这个。一天这样从东到西滚过去，推过去，然后而且它的后代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是产卵产在这个推的粪球里面，就重生，就是其实他们把这个作为这么神圣的一个东西，其实是它跟这个想象有关系对，所以大家就不会觉得心理上有点不能接受似的，实际上非常能接受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护身符，对吧？是。而且这个要向城管请教，而且这个枪狼它推粪球是用后腿推的，对，就是它，我看的一些资料说它后腿的力量比较强，对，所以它是用后腿推的。如果它要这个看方向的话，它会停下来，爬到那个粪球上观察一下方向，然后它再继续推。我就觉得很聪明。你研究的比我透啊！是这样的啊，还挺有趣的啊。意思，因为有观众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你们这个随着展览开始就不断的完善这个，了解更多的知识啊。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要的展品，就是荷鲁斯之眼对，荷鲁斯之眼，就刚才城管提到的，就是鹰眼，它其实是鹰眼，因为荷鲁斯它的动物形象就是鹰神荷鲁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就是对后来的这个文化影响很大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到后来的什么腓尼基人啊，都有这个荷鲁斯眼，就是到现在你去这个中东那一些国家，他们还有这样的作为护身符的一个符号。所以古埃及文明其实并没有因为它的文字不使用了而消失，它就影响到了希腊、罗马，后来很多很多的地方。对，只是说这个人群可能已经溶解，不是叫溶解，就是融化在历史里面了。可是这种文化的东西，其实还一直都有影响的。对，存在在周边的文明当中。对。这个也是我们这次新更新的一本数字化啊。这次我们就把这个空间做得更大宏大一些，看起来就像一个神庙一样。在神庙里面有一个狮身人面像，然后有一只黑猫，这个黑猫就会化身为猫神巴斯特。然后之前我们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比较简洁的风格，大家还挺喜欢在这里拍照的。现在我觉得这个风格也挺好，跟我们目前的展厅环境搭的很和谐。对，而且有点像那个
就是第一眼看那个图坦卡蒙的那个，他那个感觉金碧辉煌的是吧？进入了图坦卡蒙墓。对，就是像那个第一次进入这个图坦卡蒙墓的，他因为他有一段话去描述，把他自己吓了一跳，他就因为他没有想到这里面会有这么多珍宝，包括就是他的棺椁呀，包括他的这个人脸的形象啊，全是黄金，对，就那真的就是一个金光灿灿，是吧？是的。是。我们把这个想象给做出来了，补上了，对，我们用这个办法给补上了啊。在这个展厅里面呢，其实就展出了我们很多重磅的展品，因为这个展厅叫“生命的旅途”。那我们人生在世，去世之后会去到哪里呢？在这个里都有一些解释。这个是你们新增加的一个展品，对，这次是我们新增加的其中一套木乃伊，是一个少女木乃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件就是少女木乃伊这个小女孩她大概的年纪在10岁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她其实也算是被她父母就是厚葬了，是确实是。你看那个棺椁画得非常漂亮，而且我们这次在清点展品的过程中也发现，在它这个棺材底部，它有一个漂亮的纹饰。真是。对，这个纹饰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奥西里斯。对。不过这一件展品它的年代是比较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她的这个风格已经不是很典型的那种埃及的风格了。是到那个罗马化的那个时候了。对，就是那个古埃及也是因为那个。罗马当时亚历山大就是等于征服了这个古埃及，然后其实慢慢这个古埃及文明就衰落了是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她的形象其实刻画的比她本身的年龄要成熟一些。对，像个大人哈。是的。其实这应该是个小孩是吧？对，她本身是个小孩，但是这个棺材它表现的是她理想化的一个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她的父母就是她长大应该这个样子，就是父母是把那个美好的愿望留到她的下一世去了对，我相信她的父母也肯定是在想，就是她去往另外一个世界她应该是以这样一个美好的形象在另外一个世界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对，而且漂亮多了，感觉。她本身就很漂亮，就是成年之后在父母的想象中就更加的漂亮。那个搞文创的又想说一下，他做了一个木乃伊的文创木乃伊的文创因为它是个小女孩嘛，然后主要是咱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姜饼人，所以说我就做成了一个姜饼人的形状。然后呢，它这边给配了一条纱布。然后这个纱布，就是咱们可以自己 DIY 的，就是这种可以，就是可以自己 DIY， 然后去这种缠绕它，就是做一种互动，就相当于是我的木乃伊我做主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呢，它不仅是一款毛绒挂件，它也是个冰箱贴，就是突破了这种常规的那种铁质的金属的冰箱贴。它这种就是更像是有了温度，这样人抓在手里，它也是毛茸茸的、暖暖和和的这种感觉，也是，怎么说呢？跟这种冰冷的木乃伊和现在这种，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这种。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我就给它缠成了一个木乃伊的这种形状，这样，它就增加了互动性。然后呢，我们如果是觉得它这种规整的，可以把这些纱布稍微撕一撕，因为这些纱布都很容易拉扯。它这种撕下来的这种，它就是往边上扯的感觉，它就会有种做旧的感觉。这样的话，它就会看起来更像是那种有年代感的，而且还富有这种文化意义的东西。好，接下来把镜头交给理事长，谢谢。那个石主任可以讲一下这个木乃伊怎么做的啊？对，而且你们这个片子拍挺好。这是我们合作方的功劳把这个木乃伊的整个制作过程用非常简短的这种动画片的形式给呈现出来了其实木乃伊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周期大概在70天左右然后呢，
木乃伊它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首先它要进行脱水，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看，脱水之后，它会用一种特殊的材质，就是亚麻布，亚麻布增加上一些树枝啊、蜂蜜啊，然后给它裹缠住整个木乃伊的尸体身体。对。就刚才那个之前，其实身体里面还有个处理的过程。对，待会儿我们看。然后在裹缠这个亚麻布的过程中呢，它里面会放入一些护身符。其实这些护身符也是保佑他在来生的世界。对，就刚才我们那个亡灵书，实际上是在那个裹缠的亚麻布上面写的。对。那它前面其实还有一些过程，那前面的这个过程就是去除它的内脏器官。就是其实也是防腐的一种方式。是的。但是要保留心脏。对的，首先是把这个脑子去除掉。脑子去除掉之后，脑子是丢弃的。心脏保留在身体里面。那除此之外，其他的4种器官分别是肠胃、肺、肝。这4种器官都会经过干燥处理之后，放到4种不同形象的小罐子里。这个特别有趣哈。对。就是其实这4种器官可能对于他们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的。但是为了防腐，可能用另外一个方式保存下来。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下一步就是裹成亚麻布了。然后最后是棺椁很重要。是的，棺椁非常漂亮。对。然后在这里我们展示了另外2件木乃伊，因为刚才我们是人类的木乃伊。对，所以我们这里展示的是2件动物的木乃伊。左边这一件呢，也是我们这次的明星展品，猫木乃伊。猫的木乃伊。对，右边是一个鳄鱼的木乃伊。就是关于木乃伊，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不是故事，是真实的。就是文艺复兴之后，大概12、13世纪之后，到这个现代医学，就是在这个19世纪以前欧洲人他们有一种药叫马米亚，就是你一听这个词儿你就猜马米亚，因为那个木乃伊是妈咪然后那个他是把木乃伊的那个磨成粉，然后服用当药服用的。最初那个木乃伊粉好像是用来止血的，后来他们就迷信，认为那个东西能强身健体，无所不能，是吧？治百病的。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是。所以我刚才看那个文创的小伙子，他对这个东西没有心理压力我觉得那时候欧洲人也没心理压力，直接吃木乃伊而且吃了很长时间。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比克罐盛放那个从这个尸体里面取出来的4种器官的这个卡诺比克罐的头是不一样的，对，不同的头负责保管不同的器官。这个从左往右分别是肠、肺、胃、肝这4种器官。肠就是鹰，是吧？然后这个肺就是狒狒，这读音为啥一样的？是这个就方便我们记忆，方便我们学历史。对，这个狗会有一些说是狼对，然后这个就是人就是人保护的东西更重要，肝很重要我们说肝火旺肝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棺椁。好嘞。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人形棺就是刚才那个小女孩木乃伊那个是人形棺，它随那个人的形来做的。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棺。这一件展品上半截是我们这次新增的第2批展品，就是才来，上次没来盖。对，因为上次呢，它这个上面这个部分需要修复，所以拿回英国去修复了一段时间，修复好才过来的。因为这个棺材其实整体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用蓝色、红色绘画了很多样的纹饰。我们目前猜测它应该是表现的建筑。那个时候像蓝色这种颜料，是不是也是用什么青金石或者什么之类的用？对，是吧？因为古埃及这个地方它是不产青金石的，阿富汗。就是它可以传进去，然后他们再。但是还是非常珍贵。对。后来古埃及人制作了一种人工颜料，叫做埃及蓝。就替代掉那个，因为那个太难得了，是吧？对，难得。就所以矿物颜料有个好处就是保存的时间特别长，对，到现在那个颜色还特别好，特别鲜艳。然后这个
地方就很有趣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只大眼睛，对对对对，鹰眼，对对对，荷鲁斯之眼，荷鲁斯之眼，荷鲁斯之眼。它这里其实是一个门，这个门并不是供我们的活人使用的，它是这个棺材里面的人，他出入通过这个门进行出入，就是灵魂通。对，灵魂的通道，灵魂的通道的门，是的，是的，是的，它可以灵魂之门了。对，出来享受祭品啊。另外，我们在这个棺材里面，就是它的后面，就这个板的后面也有两只眼睛。哦。啊，它是对应的。就是说，也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可以出来。出入随便。对。而且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人就尸体啊，它是侧身的。哦，侧躺着的。对，就是他的两只眼睛就是对着这两只眼睛，这样就可以望见外面的世界。有人来看他了。他是这样想象的，对是吧？对对对对。哎呦，很有趣啊！非常有意思。而且我发现里面好像也很多纹饰，很复杂，很好看。纹饰，对。我们这次为了方便让观众更好的看清这个棺材的里面，之前我们这个比较高，像我这个身高我就看不见，但现在把它降低了，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里面的这种漂亮的。现在还是很清晰的，很容易看到，非常有意思啊！哦，几乎把刚才我们看的东西都画下来了，对对，真的，而且画的非常的精细。对，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是画的什么东西啊！对。在古埃及人的他的信仰当中，认为这个棺材并不是普通，就是我们说的棺材，而是他死后生活的一个房间。所以其实和我们那个古代的一些陵墓里面那些随葬品，好像意思也是他死后的用的。类似的，是的，是的。像我们汉代的，其实他的棺材也是。就是他死后居住的房间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种棺材的意思。对。这个就是这个设计理念，好像你们是有一个说法的，是吧？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莫比乌斯环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八字形，就是它交错过来，连不断的其实我们就是想表示说。在古埃及的对于生命的这种观念中，它是没有永恒的死去这样的说法的，或者说他们很不想永恒的死去，就是他们就只要永恒，不要死去那俩字儿，不要就是永恒和永生，永远循环。对，就是莫比乌斯环，就是作为一个，如果你是一个2维的生物，你爬在上面就永远走不出去了，一直在这里面转。就是我觉得观众朋友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纸袋子，拧过来一粘，你用那个笔画，就一直在画，就出不去了。对，就我觉得你们这个理念还挺好的。对，因为太阳神拉它也是这样的，东升西落，东升西落，它一直在循环，对，一直在循环着。这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磅产品，是我们第2批新上的，刚刚上新的，这也是个塞萨贝鲁的一个木乃伊。这个木乃伊的主人是一个女性大概20-30岁的这样一个女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性其实是身高还是比较高的。真是啊，真是而且她也是人形棺，这个人形棺上的纹饰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我们说比较常见的带翼女神，就是带着翅膀的女神，一般认为她是天空之神努特。为什么会是天空之神努特在这个棺材上面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翅膀，它可以守护这个去世的人努特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守护着这个去世的人，这样的一种意象。就是也说明它规格也算是比较高的了，它应该是比较富有的，或者是尊贵的这样的一个人。否则也没有这个条件做得这么好。对，做这么豪华的木乃伊。对。说明真的从他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形象了，真的身高也挺高的，挺高的，是。我们再来这里看几件，这边也有几件我们上新的展品。这个很漂亮。对，右边3件都是我们第2批展品上新的。然后其中这一件是我们这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宣传海报基本上用的是它，或者是封面、视频封面都是用的它。它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带翼女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它是伊西斯，然后我觉得可以理解成是努特吧，因为那个金老师他觉得可能是努特努特因为他是天空之神，他就护佑，因为他本身就是
纸板棺的一个残片。它嗯，护佑着它应该那是个棺材里王者面的人，的啊，护佑王王者。对。对。另外他2个手里就各拿了一只羽毛。然后四周还有4个小东西，这4个呢就是荷鲁斯4子，守护木乃伊内脏里面的4种器官的。对，就刚才讲到的那个。对对对，所以整个的形象还是非常的精致。对，而且很有。我刚才看到他们用这个做了一个那个冰箱贴，是可以透光的。有，来，现场说法。我一说他就拿来了。你看，现在这个展品跟这个冰箱贴做了结合，它这个就是这块是透明窗的这种设计，刚好与咱们广州本地的这种建筑特色做了这个。挺漂亮的哈。对，就可以对着这个光看，它这块有这种透明的玻璃的那种质感，就是在光下它可以折射过来，然后也可以打在墙上，有这种五彩斑斓的感觉。这样，然后它下面呢还带了这个祝福语，这个祝福语呢就是埃及的这个招财纳福的这个寓意，刚好与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就是招财的那种思想可以相结合一下。然后呢，不是招财的思想，所有人都应该发财。对，所有人都应该发财发大财。然后其次呢，它这个厚度是相对很薄的这种。接下来呢，刚好就插出来这个了，就是它是这个项目的笔记本，也可以是盖章本。这个冰箱贴它足够薄，所以说它可以放在本子里，可以当书签用。然后呢，这块主要的这个视觉设计就是延展了这个黛玉女神，去它的图腾，然后去做了这个封皮的这种视觉设计。其次呢，它这个封皮这个质感它是这种橡木材质的，就是一压可以压一个手印的那种，它是软软的这种质感，像极了那个埃及的那个缩草纸，它刚好全部都是用那个植物去做的，就进行了结合。咱们打开这里面，它是用了这个埃及的这种石头啊，或者是墙壁上的那些图腾元素，然后中间是一个荷鲁斯之眼，边上呢，它这块有这个3个符号，分别代表了那个寿泰康，全部都是吉祥的寓意，然后围绕在这个其中。然后呢，里面这块做了透明，不是透明，是这种空白折页的，刚好呢方便盖章。对，方便盖章。然后它这个大小也是直接按照那个盖章的那个大小去做设计的。你们的章就按照这个本子做的啊？对，是的。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大大的荷鲁斯之眼，然后上面是做的这种印花的这个图腾纹样。对，好的，把缩草纸的那个质感啊。对，因为缩草纸不是真正的纸。其实它是用缩草的那个芯儿，然后压的，对，横向、纵向，然后压成的，所以它不容易折叠。就是如果做成这个本子是做不了的。是的，因为它的那个，所以它用到那个它的质感就好了。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观赏啊。它这些就是它这个纸板，可能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用那个纸缩草的材料，不知道哈。这个应该是纸板棺，因为我看它只写了纸板。对，这个我回头再去查一下。对，我们要在这件事上又要长进一下。是的，又有问题了，又要解决问题了。对，我们也是在不断的积累，不断的丰富，所以也感谢城管，还有各位观众给我们。对，主要感谢观众，激励我们，还感谢我这样的观众是吧？爱提问题啊。我们很欢迎。这里也有一件我们这次上新的展品，就是这个巴鸟这非常可爱。很神奇，因为它是一个人的头，然后鸟的身体。对呀。这个巴鸟呢，其实有一点像我们这里的一个灵魂的概念。就是它可以脱离这个尸体，自由地穿梭在人间和天上，还有
这个地下的世界。这个还真是非常有意思哈。是，因为有了人的形象之后，这个鸟的这个感觉就没那么生动了，是吧？但是它很有趣，很有意思。而且好像就是在古埃及的这个，现在发现的文物里面，青铜器比较少。是的，青铜的东西好像一个是盗墓，一个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把它熔掉了。可能那个时候铜不容易得到，是吧？对他们来讲，不像我那个。先秦的时候，青铜器那么多，而我们主要是有铜矿啊、有镍矿啊这些可以做了哈。是的，是的。然后这边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跟我们打工人密切相关的，特别有同感。这它叫乌纱布提俑啊。正常的这个乌纱布提俑呢，它一共是有365件的，应该说理想状态是365件。它的主要的用途是为了在未来的世界里。如果那个去世的主人要干活的话，他们可以代替主人去干活。那为什么是365件呢？就是每天都有一个人干活。那365个人也不是很好管理嘛，所以他会配备一批管理人员。有中层干部。对，管理人员。这边是管理人员。对，这边是管理老板，这边是员工。这样的。对，然后这个管理人员是10天。一个管理人员负责10天，所以正常应该是30轮的是吧？对，人家也需要休息。对。我觉得他安排的很好，就是他被未来的世界他想象的很具体，就多长时间需要做多少事情都计划好了，计划的非常好对，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是的。这些它是有什么用呢？盛放这些乌纱布提俑。他们原来是放在这里面的。对。这次新增的一件展品，也是盛放这个乌纱布提俑的盒子。像这一件里面，目前还可以看到有很多小人儿，这是它原来的状态，就是那些俑就是放在这些盒子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小人就做的简单一些，但是它多，数量可以做的数量很大。对。然后它外面这个好像文字是有一个什么意思，是吗？应该是有一些意思，是不是这个下面写的这个？他说有蒙神眷爱者大神之城的王子，内斯孔苏帕赫雷德。对，应该这个墓主人就是叫内斯的这个人。然后就是说这几句铭文就表示说，让神会守护这个人的，会给他很多的护佑，这样的一个意思。对。这个很有意思，是，给俑也要有一个家。接下来就来到了，因为这是南越王博物院所以就到了我们的专场。因为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我们这次展览有3个关键词，一个叫在地性，一个叫科技，一个叫文明的对话。对，在科技我们是提到了，科技我们提到了很多，在地性还没有很深的去接触。文明的对话大家也知道，就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嘛。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强调了一下在地性。我们这次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那珠江怎么体现呢？那肯定就是南越王墓了。对。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放了很多南越王墓出土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对。展品镇馆之宝之几不是之一之几。对，就是镇馆之宝里面的一组，一部分了，一部分。它这个有一些是不是也表现了，就是和那个古埃及人对那个人生死的那种概念，对，就有相似的地方。有这种。相当于说有共通的这种精神内核吧。对，反正人都不是想这个活长一点，就是想干脆不死对。要不就是追求长生，要不就追求永生，对。这个呢，就是觉得我去世之后，并不是我生命就终止了，而是说我去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活了，所以他把这些东西都带上，对，腰带钩就是所谓的腰带扣，然后这用的镜子，铜镜，这个烤炉，烧烤用的烤炉。什么这个称食物的这种小我们叫陶，对，锅桶罐儿，全带上了，就是对，就是到了那个世界生活还蛮不错的对，依旧很富足，是，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但是
我们不喝啤酒，我们喝的应该是米酒那时候。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啤酒，他们有，埃及人喜欢喝，他们有啊。然后另外这里呢，当然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我们中国传统的，我们看到古埃及有很多的石头、石质的器物。那我们中国延续时间最久、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玉器。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展示了一件漂亮的玉器，这个玉器也是对，很大。这个玉器就是我们那个广州园那个建筑的它的原型就是从这儿来的。对。而且那个冬运会的奖牌，它的原型也是用了这个，对，也参考了这一件。下面到这里就基本上到了我们这个展厅的尾声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古埃及人对于我们的一些教诲。他们有一个说法是吧？对，就是古埃及人他也有很多这种教育文然后像我们就找了很多，就希望能够奉献给我们年轻的观众们，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因为害怕明天而躺下。白昼来临，明天会怎么样呢？人们不知明天会如何，神明总是尽善尽美，人类总是有其不足，就是不要太要求完美了，毕竟只有神才是完美的。人总是有这个特别好啊，我觉得很解压，是吧？是的。不能害怕，你就躺平，对吧？别躺平，对，因为不躺平也无所谓，你干点啥，你总有这个缺陷，总有做不好的时候，对，那个是正常的，人总有其不足，对吧？对，人类总有其不足。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这个展览中不但获取文化，而且能够获取一些正能量。对那个就是文创，我必须要介绍一下这个那一墙的那个缩草纸，是这个缩草纸上的画是从埃及进口的，确实这个是缩草纸。刚才那个手账本它是缩草纸的质感，对，这个大家要看一下，因为那个我买过这个，主要是。然后你们这儿好像还有，要不你来介绍吧？好吧，对。首先，现在这面看这个，现在这面就是它这个是主要是以这个可以自己打印 DIY 的这种姓名的或者祝福语的，然后结合这个埃及的这个缩草画，然后进行的一份就是 DIY 的礼物。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它上面这些金色的细闪呀，这上面的这个细节，生命之树啊，包括这上面打的这个文字，还有就是上面这些荷鲁斯之眼，然后上面加的这些金色的细闪，全部都是埃及运过来的。然后下面这个纸张的材质就是缩草纸。这些有这个生命之树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巴斯特的猫，有不同形式的，还有那个图腾，还有祭祀的之类的，包括还有胡狼这些就是我比较关心哪个销售比较好。不是说这些画，我说所有的文创产品你说哪一件是就是卖的这个销量？那当然是这一款这个冰箱贴，它后面是冰箱贴，特别有趣。对这个，它是不仅是冰箱贴，开灯这一瞬间，我开一下灯啊，它就有这种深渊的感觉，就是相当于穿越回了埃及，与中间这个猫女神相见，它这个女神就出来了。它不仅是一个冰箱贴，关灯之后又是一面镜子，开灯之后又是这种深邃的画面质感。上面的图腾呢，又是结合了埃及的一些元素，比如说缩草纸的那个图腾，鹰神呀，还有就是中间这个太阳，下面呢就是荷鲁斯之眼，包括最下方的这些螺旋状的，都是出自于埃及的图腾。对，这个是展览里面设计的，包括它的质感呀、设计，还有就是它传达的这种。想表达这种这个，我觉得很有创意，就是冰箱贴上赋予了
是的。其他的还有其他还有就是与这个广州市花木棉花也是英雄之花结合的这个冰箱贴啊，就是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它是可以这样翻盖的，这种就是他在文创上也讲到你刚才说的那个尼罗河和珠江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对文明对这个在地的连接了，对他把对对那个木棉，花我很喜欢这个，我很喜欢这个猫跟这种结木棉花，合是吧？对然后这个背面就还是这种寿泰康的吉祥寓意啊，然后与这个广州的这个是圣书体的文字，寿泰康。是的，是的，不是寓意，它就是写的寿泰康。它是写的寿泰康的这个字嘛，这个，然后前面就是这个广州的市花英雄花木棉花，与这个巴斯特的这种相结合，做了这种可互动的这种流沙冰箱贴。红蓝对比色，它能增加那个视觉的冲击感。然后就是这个小艾米，它这个是本次展览的吉祥物，也是 IP。他手里举着这个木棉花，它这个木棉花是可以取下来的，而且也可以充当胸针这种。我给大家拆一个看一下，麦笔，来我拆吧。好的，它这个就是可以，你看，有点被粘上了，稍微等我一下。哎，你看，它这个木棉花就是可以穿插在这个猫身上，就是猫举着这个木棉花。还有就是它这个背面有这个磁铁，可以吸在这个上面当胸针，这个是与广州相结合的一款冰箱贴。还有就是同样是猫咪系列的，这个小白猫，它上面这个是可以给它换衣服穿，就是可以自己 DIY 的，这些都是可以拆解下来做互动的。这一款也是展览卖的比较好的，它的这个猫咪可以拿下来做互动，也可以单独做成一个冰箱贴。其次呢，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这种解压的小玩意儿，就是可以做这种互动的这种。后面是这些埃及的图腾，上面镶了3颗蓝色的那个小珠子做点缀，然后呢三角有荷鲁斯之眼、太阳，还有这个梭草的那个元素，刚好是埃及的比较具有特色的图腾元素。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毛绒挂件儿，这2个是猫神，它是人界的一个属于吉祥的寓意的一个就是特定的一个宠物吧，相当于。然后它就是为它起名贝斯，然后它这个衣服是可以 DIY 去换去这种穿搭的。说到这个 DIY， 刚刚讲到这个木乃伊，因为这个木乃伊它也可以给它穿不同的衣服，这就是我刚刚就是为它就是穿了一件衣服嘛。刚好他在广州，广州也经常下雨，我就给他买了一件雨衣。对，就是披在上面，防止他那个被淋雨。很有创意。对，还有这个管件冰箱贴，它就是下面这个是展览主题，然后上面是那个木乃伊的那个棺椁，上面是一只猫神，下面呢就是展览外面打卡的那个点，就是上面有这个4个打卡点位的那些就是小零件，全部都配在了这个里面，就作为这个整个展览的一个
就是相对来说紧扣主题的一个小物件。它也是一款冰箱贴，它这个是做了这种全瓷软瓷的这种，很牢固。上面还有这些，就是坐姿的这种猫神巴斯特的毛绒玩具，它也是挂件。还有呢，这些冰箱贴，它这个想法就很好了，因为它这个是积木的，也可以是冰箱贴，上面加了很多冰箱贴的。这有点像乐高。哎，对，是的，就是把它乐高和冰箱贴做结合，平均里面都是有这个90到130个这个小零件。它这个零件数量呢，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刚好小朋友可以拼。对，然后这个猫的，就是结合了它的这个积木，做成了猫的造型，就是因为是为了展示，所以说我把它给它粘紧了。其实它是可以左右活动的。对，这些就是冰箱贴。那个圣甲虫好像也挺有意思的啊，那个冰箱贴，我看那个猫旁边不是圣甲虫？对，圣甲虫在这里。刚好那个是不是有年轻人说这还挺解压的？对，是的，它这个翅膀是给你一个试一下，刚好需要，刚好得到。就是这面它做了这种弹簧的连接，就是可以做这种指尖的一个小玩物，可以灵动的这种，就是像是活过来的那种甲虫的感觉。对，它也可以是冰箱贴，而且粘的也很牢固。对，这个线摆在这儿。好的。现在年轻人就是对这种文创有一种什么样的需求啊？像你们现在这次展览开发了很多款的哈。对，通过我刚刚介绍，也是中间说的最多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动性。我觉得，因为我也是一个文创的重度爱好者，对，家里也是摆满了很多冰箱贴，但是它突破不够用了吧？对，现在都基本上贴墙上了。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动性，就包括这个呀，它是可以自己拼的。这个呢，翅膀会动，然后这个深渊镜，就是它是可以有这种实际作用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它是做这种穿插的，都是以互动性为主，再结合展览的那些主题呀元素去进行延展设计的。对，就包括这些毛绒玩具，它虽然不是冰箱贴，但是它毛绒玩具也可以随意换衣服，给它做穿搭。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夏天啦，就是看它比较热，就给它穿一个那种稍微凉快一点的衣服呀。对，是的。介绍的挺好的，那个这次展览，这个文创开发的也特别好。对，文创开发了这个主要的这些古埃及文明的这些元素也抓的挺好的。其实埃及的元素还是挺有冲击力的，然后而且它上面的那些图腾啊，包括它的那些神，它的形象也都很容易让别人就是共鸣。就比如说猫咪的那种啊，猫神之类的。还有就是这个专门为小猫设计了一款猫爬垫，就是因为现场没有真实的小猫，所以说就拿了这些东西，就是模拟它趴在这个上面的这种形象，就是它还是挺软和。养猫的人很多呀，这个很有需求啊。对，是的，养自己家的猫当做一个神猫的话，这个还是感觉很好的。而且它这个形状还是法老的头套的那种形状，对，就是很有埃及的那种头巾是啊意味。对。还有就是这是为展览设计的一款笔记本。对，它这个笔记本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复杂的那些图腾组成的，中间是那个咱们展厅外面有一个那个荷鲁斯之眼的那个打卡点，刚好跟这个相呼应，两边是那个猫，这个白猫图腾它就是咱们展厅里面的那个猫神，左右是这种我意象化的这种猫神的图腾，下面是这种鹰神的翅膀，还有咱们展览的一个主题 logo。
这种，它后面就是做的这种银色系，就是渐变的这种，然后中间加了就是咱们展览的文物做点缀，就是这样。剩下的这些就是刚才就是已经讲过了，这个单翼女神的这些项目本呀，它是材质比较软的。好的。好的，这个盖章的，诶，刚好盖了章，咱们展览的主题章，诶，反面也有，我先从反面给大家展示。设计了很多款这种展览。刚才那个是没盖章。对，刚才那个是没盖章，现在盖了上了，就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它盖完章其实可以这样展示。它承载的文化内涵更深厚了。哦，丰富多了。对，丰富。然后呢，它上面这个就是有这种纵深的感觉，这个就是做展示，然后它就，哎，它这个章这个页数是刚好可以把咱们展览的那些章全部盖进去的。然后正面也是烫了流沙金，就是其实我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有在考虑是烫哑金还是烫镭射银还是烫流沙金，因为流沙金它是中间是带这种颗粒感的，就是像那种沙子的质感，刚好和那个古埃及的那种文明，然后它的那些沙土啊那种感觉就是相结合，它就做了这种。就是在沙漠上的金字塔。哎，是的，是的，然后上面有这种猫穿梭在里面，更加神秘。刷金的感觉。对。今天这个文创介绍的很丰富啊，但是我们一定不是卖东西的。对，不卖东西，传播文化的。但是我觉得介绍就是展览之后，就是确实文创现在变成了展览的最后一个展厅，然后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刚才我问到他，就是说年轻人都喜欢什么样的文创？就是实际上就是能够把一个展览延伸到带回家，对吧？这个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带了一个荷鲁斯之眼啊，或者是一个猫啊，回去可能。这一生你都不会忘了这个神，是的，吧？是的，不会忘了这个展也。对，也不会忘了这个展。对，要跟那个什么做一下广告，这个展览一定要一来再来，因为这次还增加了10几件的这个13件的展品，10几件的展品，而且这13件里有几个非常重量级的，对，重量级的真的值得再来就是认真的看一下。是的，是的。然后今天特别感谢啊，石主任，然后感谢陈管，谢谢，然后就是。给我又一次学习的机会，或者是咱俩都学习了对，咱俩一起学习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关注一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的公众号，还有我们也有小红书。石主任也帮我们卖一下广告吧。不是，我们这不是广告，就是让更多的喜欢博物馆的人关注这个协会的一些动态，然后我们可以在博物馆的很多工作中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是的，是的。我们这次也特别感谢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协会。这个协会里面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关于博物馆还有展览方面的一手的信息，所以谢谢你，谢谢陈管，谢谢陈管，谢谢陈管。行，那就这样，就是下面后台可能会给大家有一些抽奖啊什么的，这个不是我熟悉的东西啊，导播知道这个事儿。然后那今天就跟大家要说再见，但是要预告一下，下面有一个事儿，我们17号的时候会在祖庙也做一个直播，因为他们有一个新做的一个状元的一个展览，然后还有就是祖庙一直也很火，对的，非常火，特别岭南的元素，所以就是希望大家17号再关注我们的直播。是的，是的。好，谢谢大家，再见。谢谢，拜拜。